既然你俩都各有打算，我也不能坐以待毙。要想弄清我心中所想，就得先搞钱，买回画册。龙姐姐，你到底在折腾什么呀？做一种能帮我赚到钱的武器。武器怎么赚钱啊？弩，能点火、能炸开的弩。那这么听起来，这岂不是比我们唐门的暗器还厉害？根本都不是一个量级，这就叫冷兵器跟热兵器的区别了。那这个武器它叫什么名字呀？火流星吧。没事，科学实验嘛，总是有曲折的。一定能成功。再来，小场面，小场面。咦，再来。各位看官，话说江湖上有一桩奇事，兴风洞掌门人突然暴毙，留下一绝世神器火流星。火流星是什么？火流星没听说过。这火流星引得两门徒是反目成仇，斗得你死我活，相约明日于湖上决一死战。哎，先生，敢问这二人姓甚名谁啊？此二人你道是谁呀？一子如暗夜蝙蝠，号雁别顾侠；另一子如丛林之兽，用大刀名无情刀客。此一战便为无情刀客大战雁别顾侠。这是高手对决呀，我们可一定得去看看才是。明日一定得去看看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，没开始呢，急什么呀？来，接过！站在那楼船顶的啊，诸位兄台，那湖心亭上穿着黑衣服的人，可是雁别顾侠呀？是的，听说他剑法迅捷如鬼魅，是江湖少见的高手。高手啊！啊，那另外一个呢？还没来啊？哎，来了，那边来了，是无情刀客，无情刀客呀！师兄，今日你我决战，实非我愿。你当真要为那火流星置我于死地吗？江湖之中，恩怨无尽，我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，唯愿一死。但我的武功竟高到我想死都难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为了师傅那火流星不肯相让。老夫我活了几十岁，今日有幸见到这兴风派的二位高徒巅峰一战，死而无憾。只可惜呢，若二人双双战死，那绝世武器可就要销声匿迹喽。绝世武器啊！既如此，那就动手吧。既如此，你我就切磋切磋。动手了！动手了！哇，这威力也太大了！师弟，此物让
想你我同根相见，实属祸水。今日我便毁了此物，只愿江湖再无纷争。哎，大侠，你既然要毁了此物，那还不如把宝贝免费送给我吧。如此宝贝怎能白送？我出5两5两也太少了。老夫愿出10两。我出20两，30两，40两，50、60两，150两，300两，500两，600两，700两，800两，800两，我出1000两。小姐真好，怎么样？小姐100只火流星，分分钟抢购一空。我简直是营销天才，我是。是，大小姐真是厉害。分钱了，来，哎，你的话我先说在前头，你的肉要埋在碗里吃，一定。回了山庄，一个字都不准给我说出去，明白吗？遵命。那，你要的数分文不少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了。荣叔狂一向清高，在山庄不沾财帛，你哪来的钱？女人不靠男人就分文难赚，这就是你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笑话。但是我说了，玉姐姐也不懂，赶紧的吧。既然决定卖画，想必你对少庄主情谊已断，为何又要重金赎回？莫非还念念不忘？荣叔狂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姐姐，这可就是另外的价。哼！这众人口中的荣叔狂，应该是个十分严谨之人。分别在这么多处画下同一个符号，定是有所深意。难道是在隐晦地记录着什么线索？他们真的决裂了。这次之后可能会少一个碍事的对手，但是少庄主的人还在驻守影阁，我不好下手。越紧张就说明影阁一定有问题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要走一趟。至于那些守卫，他们的交接时间我会告知于你，想进去易如反掌。二小姐思虑周全。终于等到你了。
还真喜欢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啊！你若束手就擒，还有一条活路可走。你们不联手演这一出大戏，怎么钓得着你这条大鱼呢？山庄内有奸细，而且就是我身边的人。尉迟山庄最近确实不太平，但外来的人只有燕少。不可能是燕少，这些画册是我被沈醉天抓走之前所画，而上面的这些标记是我后来特意标注上去的。我分析，那时我已经怀疑山庄内有鬼谷盟的奸细混入，所以一边暗中调查，一边画下这些标记。这些标记的地方，便是我怀疑奸细出现的地方。那个时候燕少还没有来山庄。少庄主是聪明人，父亲告诉过我，燕少是可信之人。承蒙老庄主信任，我愿意陪少庄主下一盘更大的棋，挖出那个深藏不露的奸细，正好也帮你看清楚，这尉迟山庄里到底有多少心思。那就有劳燕少了。怎么样，蓉姐姐的字如何？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拿下！柳岸，柳岸，我早就怀疑你不是好人。哼，出卖尉迟山庄，受谁的指使？要杀便杀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这倒有点士可杀不可辱的硬气了啊！想死是不是？我偏不给你机会。带下去，严加审讯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怎么了？不准相吵！二小姐平时待你可不薄，你真忍心伤她？别过来！不可！二小姐放心，我们会救你的。放人！小妹，追！你没伤到吧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早点休息。怎么还在那回味呢？回味什么呀？二小姐温香软玉在怀，你很是开心吧？我没有啊。你怎么没有？你分明就心花怒放了，还在那假装正经呢。别说，小点声。这件事情我没有骗你，可如果有一天我若真的骗了你呢？那若是我先骗了你呢？哎，算了，反正每个人都有点秘密，真是可惜。这次居然让柳岸那家伙跑了，他背后那条大鱼恐怕又要游回池塘里了。鬼谷盟一计不成，必定会卷土重来，我们大可以陪他慢慢玩，不急。你那个这边，
我这小心脏怎么又开始扑通扑通的？哎呀，榕树狂，你得控制啊，别犯花痴。红花之夜做血痕，与我演戏瞒过柳安，这些招都是谁教你的？这还用教？话本子上都是这么说的。陈柏生气，本来也是我耍赖弄的，并不作数。你何苦还还给我呢？留着吧。那我们现在究竟是论主仆呢，还是师徒呢？随你。古龙说过，生命有两种目的，一种是燃烧，一种是看着别人燃烧。你愿意做哪种？我燃烧，你便不必燃烧了。大哥，你这是没睡还是早起啊？我们自幼练功，寅时起身，多年来从未改变过。这么早？看来习武之人心智坚强，忍常人所不能。可我每次起床之时，就发现你在院中苦练刀法了。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时辰起身的？如今我经常都睡到日上三竿，这个问题恐怕你也没机会知道了。小时候一直希望你能懒惰一些，这样我就不用逼着自己变得更强了。为什么？我是堂堂山庄少庄主，我的功夫还不如自己的妹妹，面子上岂不是挂不住？看来无论哪个年代，女人太强都会给男人压迫感。我想我那个时候应该是想在你面前表现一下，但是如此刻苦，却反倒弄巧成拙，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倘若那时你没有那么强悍，或许我早就把你当成女孩子看待了。我去看看我师傅起来没有，要不他又该骂我懒惰了。等等，我知道你信任燕少，曾抓奸细一事，足以证明他君子坦荡，行侠仗义。这也并不代表你对此人就有足够的了解。我明白。小时候你遭逢家变，来到山庄，除了自己的名字，什么也不知道。那时我暗暗发誓，要拿你当亲妹妹一样对待。我以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向你保证，我对燕少并无芥蒂，只是我不希望因为他的存在，让你发生些不好的事情。我明白。那我先去练功了。去吧。斗转星移。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不是吗？无礼！再来。这不能给点提示吗？你别打我！别打我！我
这是什么呀？以内力汇聚于指尖，形成剑气射出，可伤人数丈之外的流云出岫指。这么厉害，好像那个六脉神剑。什么指？我这怎么使不出来了？是不是要危急关头才能使出来？若是危急关头你使不出来呢？要不然你过来刺激刺激我，比如说晚上来偷袭我。什么意思？你想什么呢？我说的是真正的偷袭。流云出岫指，这不也没使出来吗？再来。究竟是何来头？真希望你是最后一个问出这个问题的。知道我的身份对你并无半分好处。你不也想知道我的底细吗？我们彼此彼此罢了。不，我和你当然不一样。我不替别人卖命，尤其是替自己的杀父仇人卖命。龙月村，你本名叫柳月。宝贝，来，你们去藏吧，一会儿我来找你们。快！1、2、3、4、5。有人杀来了，快跑！10、11。回家吧。我们往村后面的山林里走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都不要回头，记牢了。你不记得当年屠灭龙月村的，就是鬼谷盟的人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鬼谷盟杀了你的家人，你还要认贼作父，来帮他们屠灭玉池山庄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骗我！我不会相信你的，都是方家惹的祸，因为他们龙月村惨遭屠戮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！我带你回玉池山庄，以后你就忘了龙月村吧。你的名字也不再叫方怡，那叫什么？以后你就叫荣书狂。荣书狂，记住了？嗯。我们走。
龙月村的人以守护方家为使命，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。我不知道什么是职责，什么是使命。所有的人都死了，可凭什么方家的丫头还活着？这只银锁是你妹妹的，你爹临死前还把它攥在手里。你和她都是受害者，其实你心里很清楚是谁杀了你的家人。你不要再跟我说了，你不要再跟我说了。阿月，你是？你若不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又怎会不知道我是谁？龙月村的人都死了，谁会知道你原来的名字？赏心守卫，心肝宝贝。你是苏时雨收养的燕无影，你是来找荣叔狂的。你对他下的到底是什么毒？从何处寻来？解药在哪儿？那毒无解，荣叔狂迟早毒发身亡。燕少，你就算拼尽了全力，你也救不了他的命了。回答我，你对他到底下的是什么毒？是红莲之心。红莲之心是苏时雨亲手所制，眼下用在了他女儿身上。他已死，世间无人能解红莲之心。有我在，他不会死。父亲，眼下鬼谷盟正在威逼各个门派，有不少门派已经动摇了，宣称加入了鬼谷盟。看来这场决战是在所难免了。庄主，庄主，柳安被人送回来了。柳安，这谁给尉迟山庄送了这样一份大礼啊？也许是哪路神仙。师傅，不会是你？严审叛徒，务必问出他是如何与鬼谷盟勾结的。父亲，此事蹊跷，当心有诈。不如先将柳岸关在囚室之内，日后仔细查问。带走。吓我一跳！鱼，怎么回事？师姐进去便知。这是谁干的？鬼谷盟这一劫迟早要来，如今怕是躲不过去了。都欺负到家门口了，还要怎么躲？我们与尉迟山庄一向交好，尉迟山庄这次和鬼谷盟公然为敌，那鬼谷盟自然会视我们为眼中钉啊。尉迟山庄比我们实力强大不少，如今还不是被鬼谷盟搞得鸡犬不宁？眼下之计，就是尽快与尉迟山庄商量如何应对。我现在就去。哎，云龙。什
啥呀？不行啊！哎呀，这玩意儿我也看不懂。蓉姐姐，上次哥哥找我们说有事要商议。玉姐姐来了。哎呀，来就来呗。她家里出事了。走吧。如今的情势便是如此。虽然我也不想让尉迟山庄因此事再次受到牵连。灵狐派和尉迟山庄是金兰契友，一向肝胆相照，同进同退。如今玉家有难，我们理应伸出援手，共同对抗鬼谷盟。玉姐姐来到尉迟山庄，态度自然十分明了，怎可能和鬼谷盟同流合污？就算如此，如今我们尉迟山庄本就自身难保，怎么有心去帮助外人？照我看呐，这可能就是鬼谷盟声东击西的诡计而已。我今日来此，意在与诸位寻求同盟，并非想将尉迟山庄卷入危险。封堂主有所顾虑，也属正常。若诸位心中还有顾虑，那便当我没有来过罢了。玉姐姐，请留步。各位，我们就真的对灵狐派见死不救吗？就算我们尉迟山庄要保全自己，那么敢问在场的各位，日后我们应当如何在这武林立足？少庄主此言并非没有道理。若其他门派尽被鬼谷盟控制，所谓唇亡齿寒，日后尉迟山庄恐怕会陷入更危险的境地。到时鬼谷盟天下无敌，除非天罡出手。父亲，我要同玉姐姐一同去灵狐派一探究竟。去吧。是。不知燕少有否兴趣一同前往？正有此意。啊，我也正有此意。我们也去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二小姐不必担心。是谁抓的你？是不是燕少？他比我们预想的还要深不可测。二小姐以后孤身一人，可要当心啊。我自有办法应对，你不必担心。眼下哥哥和燕少都不在庄内，你替我办事，我一定不会对你弃之不理的。二小姐不必费心了。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燕少同你说了什么？二哥，玲珑，各位贵客，玉某有失远迎啊！来，快请进。坐。各位先稍作休息，我安排些事情，再来好生款待。二哥，大哥呢？出去办事了。大哥办什么事啊？办完之后你自然知道。我去就回。你们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二哥，妹妹不在前厅陪着贵客，跟来做什么？外面这几个弟子瞧着眼生，是新来的吗？来来去去，江湖常事。大哥素来赏识林少庄主，他们前来相助我们灵狐派，
大哥不出来相见，恐有失礼数。大哥，他怎么了？大哥决定投靠鬼谷盟，不得已，我只好将他和跟随他的弟子都关起来了。你去看看他们吧。龙姐姐，你走来走去瞧什么呢？玉玲珑怎么还不回来？或许他有事耽搁了，我去找他。灵狐派怠慢各位贵客了，请。家中遭变，承蒙诸位出手相助，在此以茶代酒，敬诸位。请这边。你们要的人就在那边。哎，你答应我的东西呢？下！怎么样，黄灯老头，还不投降吗？你敢背叛鬼谷盟，还是压根儿就是你们联手设下的圈套？月儿哥，这一波心意我们领了，可别让那黄灯老头伤了你啊！给我杀了他！来人，来玲珑，还敢来？玲珑，他们的解药。别追了，外面还不知有多少鬼谷盟的人。老二，看到这些死去的人了吗？他们可都是因你而死。鬼谷盟在灵狐派寒蝉了内应，给所有人都下了毒，那毒并不要命，却会令人力量尽失，无法对敌。没错，玲珑走后，我们便觉得周身无力。可是这么多人，他们要如何才能下毒？水源，我猜也是如此，不得已，只好与鬼谷盟做了交易，将少庄主他们都交给鬼谷盟，来换取大哥你和灵狐派弟子的安全。若不是少庄主和燕少他们早有防备，就被你害死了。自家人的命和外人的命只能选一样，如果是你，你怎么选？
你觉得你没有错，可经此一役，我们灵狐派在江湖上怎样立足？看看这些被你害死的灵狐派弟子，你要给他们一个怎样的交代？大哥，莲龙，我对不起你们。至于这些因我而死的人，我自会给他们一个交代。二哥，二弟，二哥，二弟，二哥，二弟，二哥。欺人太甚！鬼谷盟不择手段，凶狠无情，眼下应该做好防御，不可贸然出击。你是不是好日子过惯了？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我这是不想太过贸然而已。诸位叔伯都请先冷静一下，我与父亲心中都有数。匹夫之勇，焉能成事？我们日防夜防，终究还是屡遭攻击。疏狂，此事你有何打算？怎么还突然提问了呢？疏狂认为，最好的防御便是进攻。我们也是时候筹谋计划，对鬼谷盟反击一次。燕少，你以为如何？古往今来，昔日有公孙衍与苏秦提出合纵连横，今日欲对敌鬼谷盟，也需江湖各门派合纵连横，同进同退，方有胜算。燕少高见。江湖武林各派各自分散，欲想联合，只有我们尉迟山庄能主持大局。父亲和大哥在江湖中声名赫赫，若你们振臂高呼，我想武林正派都愿追随尉迟山庄，共抗鬼谷盟。少慈愿与鬼谷盟一战。愿追随庄主与鬼谷盟一战。好。怎么了？怕了？没有。姐姐，姐姐的武力可恢复了？还没有，但是我在跟我师父学习刀法。姐姐中的是玄边寒玉掌，内力大有损伤。我这开的方子，姐姐也吃了有一段时日了，但是这寒毒怎么还未解除？已经有所恢复，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对了。听闻燕少在莲湖派对姐姐舍命相救，真是令人感动。若是我有一日身处险境，不知燕少是否也会舍命相救呢？二小姐冰雪聪明，怎么会让自己深入险境呢？柔弱女子总是需要江湖英雄来相救的。这和旁人没有关系，能相救美人，也算不负燕名，是我的荣幸。好，那我们就说定了。若我遇到危险，我就大喊燕少救命。姐姐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我自然是不介意，要不直接让燕少搬到你院中，贴身保护，不是更好？姐姐恼啦？怎么会呢？哥哥人这么好，妹妹有危险，他肯定会英雄救美的。哦，对了，妹妹喊救命的时候，声音一定要大一点哦。我有些胸了，不知燕少能否？干什么？哎呀，别，你放开！我警告你，以后不准再用这种语气说话。怎么了你？你们男人不都很喜欢听这么说话吗？男人？哪个男人？你还认识多少男人？你等一下，搅乱我思路了。刚才明明是你跟二小姐你来我往，眉来眼去，黏黏糊糊的，怎么变成教训起我来了？没有眉来眼去，没有黏黏糊糊。你当我又聋又瞎啊？钟书狂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我能救的人很多，
但我想救的只有你。因为我给钱了。那点钱还买不动我燕少的死心塌地。那师傅，我们要不要一起？练刀，练刀。自己练，我要出门。啊，你去哪儿？带上我呗。喝花酒不方便。喝花酒，打死！喝花酒。叶少，红莲之心的解药可有眉目？我们已经查过了，此毒失传已久，故此一时半会儿还没找到解毒的法子。不过你放心，江湖如此之大，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。送信到无情楼，让金伯瑶转交给何莲欢舞，或许他能找到解毒的法子。是。心浮气躁，喷澜冒进，是习武之人的首要大忌。当师傅的无心指教，天天想着喝花酒，骂我。刀与人不是相互较劲的敌人，要学会把刀当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，适应它，熟悉它。江湖转转一转，情深也欣赏。哎呀，这刀好像有自己的想法，总是不听我的。刀不是死的，你要学会如何与它相处，如何与它对话。很清楚，江湖为了就相忘，有同学大漠心的初见，不知有断肠。那听我不懂来有多悠长，自一刻自一人，我喜欢。我好像有感觉了，这刀我越是想控制它，它越不受我控制。能悟到这一层，已经不易。花酒好喝吗？看来你还没悟到。我是说，下次去喝花酒，要不带我一个？等你能融会贯通，使出整套刀法，就带你去。师傅放心，徒儿一定会努力的。哎，师傅，不只是喝花酒，逛逛楚馆啊、青楼啊，听听小曲儿、听听歌什么的，徒儿也都有兴趣，带我一块儿啊！唐一洛，你们武林中人有什么吃了能让人大补的好东西？蓉姐姐，你吓死我了！看你这气势，我还以为你是问我要吃了能杀人的东西呢。反正我就是要那种吃了增进功力、练好刀法的药，有没有吧？前日我听宋堂主和封堂主在偷偷摸摸的搞什么丹药的秘方，说吃了之后可以功力暴涨。啊，暴涨？是用这个做的吗？有毒！那位封夫人我可是见过的，是位巾帼女侠，武功卓绝。平时封堂主被她收拾得服服帖帖的，她吃了那个药之后，竟然可以打败封夫人，可见神效呀！也不是，我要吃完能立刻内力暴涨100倍的药，有吗？没有。蓉姐姐，但是我知道一个神秘的地方，能找到你要的秘方。
就这儿啊！你不早说，搞这么神神秘秘的，这儿我来过呀。我是第一次来嘛，我自己家地盘，我蠢，这么神神秘秘的，难受死我。这个嘛，就是配合气氛。哎，不过蓉姐姐，你上一次为什么来这儿啊？上次有天半夜，我跟着我师傅过来，他半夜你跟叶少来这儿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小脑袋瓜别瞎想。我没瞎想，蓉姐姐你也别慌嘛，我什么都不会问，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不过，蓉姐姐，你看着燕少的时候，眼神是不会骗人的。我什么眼神啊？星星，眼睛里面有星星，一闪一闪的。从前，你有时候也会用这种眼神看少慈哥哥。啊，少慈哥哥就不必了吧？不过，自从燕少来了之后，你就只有在看燕少的时候，眼睛里面才会有星星了。蓉姐姐，你现在叫他师傅，徒弟不可以对师傅胡思乱想的。谁说的？小小年纪这么古板。蓉姐姐，你看，这里有好多大补的秘方。哎，这个五毒大补丹，需萃取5种天下制毒之物，在修炼之人走火入魔时以毒攻毒。姐姐，你可能不需要这个，我再找找。快去！千金百草方。看什么呢？啊！作为一个武林高手，我现在太菜了，到底差在哪儿呢？红莲之心目前尚未寻到解药，此事还不能告诉他。你体力不稳，当然无法调息运气。你不是说我内力并未完全丧失，但若那个玄冰韩狱长真如此厉害的话，那为何我的内力还能有所保留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是你的体质特殊。那我这时有时无的内力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恢复吗？鬼谷门开战之前，我还能不能行了？有一句话叫做欲速则不达，切不可冒进。但我是榕树狂啊，我天下第一刀客，玉池山庄最厉害的女侠，没有武功怎么行？师傅的职责是保护我，书狂的职责是保护整个玉池山庄。其实我刚开始失忆吧，我也觉得这山庄的事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山庄就是我的家，我得保护它。我也想做一回真真正正的榕树狂。真正的榕树狂。榕树狂。还有事，下车。哎，这么着急去哪儿啊？女孩子的事别问了啊。真正的榕树狂。这边，我真的不想吃大蛤蟆呀，算了吧。不是，这是灵丹妙药，为了恢复武功，为了玉池山庄。啊，不是，这里。咱想点别的招不行吗？嘘。这只大哎！这个，你看，抓到了！不要！唐英诺，你给我放下！这不挺好看的吗？花蛇的胆，大蛤蟆的蟾酥，还有红蜘蛛、蝎子、蜥的尾巴，还有童子尿。这哪是百利丹啊，这是催命丹吧？哇，这一颗下去，我不得一命呜呼了？哎，就刚才那大蛤蟆，我眼看它都飞起来了，眼睛都就你这么大，这样好像在说：“你敢吃我吗？你礼貌吗？”
算了，我还是不搞什么武功，我还是学暗器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还是教你轻功吧。轻功？飞檐走壁的我肯定不行。以前那些武侠片里面，动不动人噌就上天了，那一看就是蒙人的。你认为的轻功和我要教你的轻功好像不同。哦，那愿闻其详。轻功其实说起来就是快与变，比如你逃我追。师傅来抓我呀！这个就学这个。闭上眼睛。落花逐流水，你想想，是花在动，还是水在动？落花跟水都在动。不对，再想。流水在动，落花只是随波逐流而已。再想。想好了吗？落花逐流水，它们同时在动，但正因为是同时在动，所以彼此相对是静止的。纸鸢夹风鸣，落花逐流水。哦，原来神乎其神的轻功，也就是反应比寻常人更快一点。可以回家做一个武功解密的视频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师傅，你的家乡在哪儿？我是师傅抚养长大的。那你的师傅一定很厉害。师傅她虽然是女子，但是她聪慧无双，敏捷多变，寻常人都不是她对手。我这套轻功也是她传授给我的。那你师傅这么厉害，在江湖上一定很有名。有机会的话，你也带我见见他呗。他很少在江湖行走，而且很早就过世了。听你说到你师父，我也有点难过和遗憾。你与他有几分相似，尤其是眼睛，特别像的。我？你别开玩笑了，我要是像你师父那么厉害就好了。我是说如果我不是荣疏狂，我是另外一个人，那你还会对我很好吗？你怎么会是另外一个人？就假如我只是偶然来到这里，我不属于这里，只是一个路过的人，那你还会救我，教我武功，护我周全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只是个过路人，有一天我会不在你身边。你要走吗？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你是我的护卫，我不许你走。只是护卫而已，既不是你的家人，也不是尉迟山庄的人。那你还是我师父呢，与我自然是一家人。你想清楚，林千亿也不过是你的养父，除非你和林少慈成亲，否则你不过是尉迟山庄的座上客，与我没什么分别。师父，你不会丢下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管你去哪儿，你带我一起走吧。不变。怎么不变呢？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可以给你洗衣做饭，我任凭你驱使还不行吗？不是要做堂堂正正的荣叔狂保护尉迟山庄吗？和我走又算怎么一回事？我怕你走了就没人保护我。再找个厉害的护卫就好了。我不要别的护卫，我就要你。师父，你不会真的要走吧？
你不能就这么把我扔下呀！盟主，事办大了，请盟主惩罚。哼！中和之夜之后，玉池山庄有所防备，林家父子行事谨慎，很难入局啊。燕少也去了灵湖派吗？是。被人破局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无论他是谁，他图谋的是什么？此人心思复杂，诡计多端，是个有趣的对手。妹妹找我什么事？坐。姐姐，我来是想要问你想要什么礼物，我好早早备下。礼物？再过2日便是你的生辰了，往年是一坛好酒或是一根腰带，今年你也算是死里逃生，也该好好庆贺一下。对，生辰这个事是应该好好庆贺一下。姐姐有什么心愿或者心仪之物吗？妹妹坐。不过不知道燕少会送我什么礼物。我想要一件衣裳，利落一点，可以方便习武，就红色吧。姐姐素来不喜艳色服饰的。我都死里逃生了嘛，我也可以换换风格。燕少喜穿红衣，姐姐是想和燕少穿同样的颜色了？对啊，他是我师傅嘛，我们同款同色，一脉相承，多好。好，那我就织一件红衣为姐姐做生辰礼。不行，怎么说我生辰的事呢？我总不能伸手要礼物吧？不行，显得我太肤浅了。可是我不说，他又不知道啊。念经呢？师傅，我，练刀去。不是那个，等一下，师傅，我是想着你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哪儿吗？一个人也挺孤苦伶仃的，对吧？以后我的家乡就是你的家乡，怎么样？你家乡？你不是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了吗？断断续续也能记得一些，尤其是一些风俗的事儿。说来听听。比如说，逢年过节的时候啊，大家就会聚在一起，举行一些特别的仪式。还有就是生辰的时候，那个人会收到特别多的礼物，然后大家在一起点蜡烛、许愿啊、唱歌什么的。你确定这是你家乡的风俗？我确定。好啊，那你说说，你出生在何处？出生在何处不重要，这很重要。人有来处，亦有归途。钟曙光，你绝对不能忘记你的家乡。我知道。那师傅，你知道我的家乡在哪儿吗？龙月村。那龙月村后来发生什么了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你幼年时龙月村发生了一些变故，之后便被林庄主带回山庄养大。这个我知道，义父跟我说过。这个龙月村，等一下，我今天来不是要说龙月村的事儿，我是要说我什么呢？明白了。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时日无多，抓紧练刀。不是师傅，我暗示的还不够明显吗？哎呦喂！二小姐是在等我吗？燕少，
燕少不请我进门吗？我不请，二小姐就不进了吗？找我有事。再过2日便是姐姐的生辰了，我答应她做一件红色衣裳作为她的生辰礼。二小姐有心了。我想着燕少来山庄也有一段日子了，而且帮了山庄不少忙，所以想着为你也做一件，算是表达我的一番心意。行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既是做新衣，自然要量身定做了。这种事，怎敢劳烦二小姐亲自动手啊？无妨，燕少帮了山庄不少忙，我理应表达谢意。什么味道？这么香？啊，或许是出门前的一群熏香。量身倒也不必，照这件做就好。如此也好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晚辞先告退。二小姐，以后量身就不必亲自过来了，我找人送过去。你怎么睡着了？不是让你警醒一点吗？少庄主说，最近不大太平。你净自己吓自己。鬼谷盟他们哪有那个本事啊？榕树狂有的，我也一样可以得到。鬼谷盟行动前，必会送上一根赤色羽毛。如今他们以下战书，鬼谷盟所图绝对不仅仅是宝藏。传闻这抚仙宝藏中有珍宝无数，还有江湖人人所求的秘籍心法。这背后，定是这鬼谷盟称霸天下的野心。当年沈傲就想称霸整个江湖，他的心愿未能达成，现在沈醉天子承父志，野心昭昭。我们玉池山庄是武林第一山庄，对抗鬼谷盟，维护江湖正道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可只要与宝藏相关，我们就永远危机四伏。说吧，不必遮掩。我想问，父亲对宝藏是否有过图谋之心？龙月村隐居在山谷之中，寻常人不知所在。若不是有人，你的疑虑藏在你心里多年了吧？是。当年父亲救下方家唯一的后人，到底是为了宝藏，还是为了救人？你的疑虑，我迟早会给你答复的。父亲在慈儿心中一向都是光明磊落之人。我想，或许咱们可以和天罡结盟。并非易事，我们要找一位妥帖的人前往莫叶山才是。此事我来安排。是。绵绵，绵绵，
绵绵，你们两个先过去吧。跑哪儿去了？大哥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我的兔子绵绵不见了。我帮你找。绵绵，绵绵，绵绵。来，谢谢大哥。今日风大，你身子弱，少在外面走。大哥和父亲是在商量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你神色如此凝重，怎么了？我也想为你们分忧，你就告诉我嘛。走吧。到底发生了何事？山庄收到了鬼谷盟的赤羽，你也知道，这就意味着要么归降，要么灭门。这事只有我与父亲两人知道。发现赤羽的2个守门弟子也叮嘱过，必须保守秘密。父亲有何打算？父亲打算与天罡结盟，共同对抗鬼谷盟。那父亲准备安排何人与天罡联络呢？这我也不清楚。大哥，你也别太忧心，邪不压正，总会有武林正派帮助我们的。林庄主，请。无论何时，燕少都有闲情雅致啊。独酌难免孤寂，我在此恭候庄主前来共饮。哼，燕少这是未卜先知，料定了我要来呀。昨日鬼金阳新显现，今日不宜见客，但整个山庄都是庄主的，我才是客。尉迟山庄如今已箭在弦上，我猜庄主也该来找我相谈了。与聪明人相见，痛快。今日，我想问一句交底的话：鬼谷盟不日将要进犯，我尉迟山庄告急呀，是否能求得天罡相助啊？宁庄主认定我是天罡的人？不错，我虽然不知道你的来历背景，师承何门何派，但我笃定，你就是天罡的人。庄主希望天罡能为尉迟山庄做些什么？我想请燕少代为传信，联络天罡掌门，请天罡与我尉迟山庄结盟。你愿意帮忙吗？我愿为庄主走这一趟，促成结盟。好，多谢燕少相助。庄主客气，我会尽快启程。林某，感激不尽。哇！哎呀，不错不错，真是不错。哎呀，果然女孩子对新衣服的喜爱古今相同。丸子，我愿意称你为琪琪丸丸子。姐姐喜欢就好。哎，你这眼睛怎么了呀？怎么这么红？不会是熬夜给我做衣服弄的吧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是我的兔子绵绵，它突然就病死了，我伤心难过，哭到半夜，这才眼睛肿了。这生死无常，别太伤心了。我为燕少爷缝制了一件，他又不过生日，你送他干嘛？丸丸子，你该不会是对燕少……此事姐姐就不必操心了。他对我、对尉迟山庄有情谊，我也没什么能报答的，只希望他能穿上我亲手做的衣裳。他说对你有情谊，他亲口说的吗？什么时候说的？不必多说，我心里自然是知道的。
我们之间彼此投契，无需言语。姐姐生辰喜乐，婉慈先走了。王姐姐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摧残这小花呢？哎，这又是什么奇门暗器啊？这是我以前做的飞鸢。我曾听人说过，龙月村黄昏落雪时最美。哇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可别给我弄坏了。嘿嘿，看，唰，像什么？唰，雪，你真聪明。哎，一会儿呢，咱们就把雪叶菊装到飞鸢内，然后飞鸢飞过，雪花落下。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。自如其人呐。是不是有点歪啊？不歪，你别动了，龙姐姐，已经很好了。快点，等会儿人来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榕树狂，对不起了，我不能按照你的心意了。我想要一起看落雪的人不是你选的人，真的对不起。两处相思同淋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。江湖飘摇，有你就好。曙光，从前是我不该那样待你，你的情谊，你的心思，是我辜负了你。我不该那样待你。大哥，不是这样的，我这是玉池山庄祖传的软甲，软甲刀枪不入，可以护你周全，也能让我心安，送给你。哎呀！叶少，你听我说，怎么不叫师傅了？现在不适合叫师傅。刚才你看到那些都不是真的，我解释给你听。说。我知道，现在这种情节呢都是常规情节，然后一个不问一个不说，就此就误会下去，变成心结了。但是我今天必须跟你解释清楚。我留给你的信，你收到了吧？嗯。所以，我想约的人就是你，没有别人。刚才那场雪，也是我为你下的，因为你就在这儿跟我说过，我的家乡那个村子下雪的时候很美。你也说过，你是没有家乡的，所以我想为你下一场雪。我想告诉你，从此以后，你就不再是没有来处、不知归途的人。我的家乡就是你的来处，我就是你的归途。
我解释清楚了吗？那你相信我吗？我信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无论如何，你相信我就行。反正我的心意，我的情意，明明白白，坦坦荡荡，就放在这儿。你要有什么疑虑，你说，我再解释给你听。大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一直这样沉默不言，我很慌张啊！我要走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无可奉告。为什么？鬼谷盟马上就要攻打尉迟山庄。什么时候？也许明日，也许后日，我不知道。所以，这是要大难临头各自飞了。人之常情嘛。不，你不会。在大漠的时候你没有飞，玄红花会你没有飞，莲湖派遇险的时候你也没有飞，你却让我相信，你现在为了自保会独自离开吗？你说呀，解释给我听啊！我无话可说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刚才已经明明白白的把心意跟你说了，你呢？从我们认识第一天起，你就没有一句实话，天天跟我玩神秘。你什么时候能对我诚实一点？鹰谷上适合传音，遇到危险，吹响这哨子。然后呢？自会有人来救你。那你去哪？我去哪里找你？若是有缘，总会再见。恭祝大小姐生辰极乐，来日无忧。日思年划过悲长夜时期，若即若离，雨下悲喜交集。我是爱的你，请让我多看你。谢谢师父。榕树框刚才所言，全是一时情急，一派胡言，师父不必当真。我回来了，这么突然就回来了，也不知道我这一去是多久。你醒了？我这是昏迷了吗？昏迷了多久？你头被砸，昏迷了1天1夜。才1天1夜？那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燕少了？他的心率还有血氧含量要多注意。好。哎，你这是干啥？你去哪儿？燕少。原来是梦，我还在这里，我还没有回去。为
为什么我一点都不想离开这里？我心里想的竟然是留在这里。遗憾，心叶少，临水湖畔，深深浅浅，莲影在角落山，尘世凡间，卷卷年年。枫叶屏风起，愁绪有3000，片片轻呼唤。随我阑珊空对月，听见雨潺潺。若歌一纸一笔，一书一言，一满回首，烛火照无眠。莫问谁怜尽昼夜，一路潇潇，似有间。若非烛沉玉碎，情深一片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我回去了，然后我看到了一个人，我以为那个人是你，然后我醒来，我发现我还在这里，我竟然满心的欢喜。我知道那个世界，那个世界没有你。在这个世界，我不管它是梦还是什么的，但是这个世界有你。叶少，我不管你去哪里，我跟你一起走。你不要丢下我，你不要丢下我，好不好？我跟你一起走，我跟你一起走，你不要丢下我。愁绪有3000，片片轻呼唤。不要！随我阑珊空对月，听见雨潺潺。若歌一纸一笔，一书一言，一门回首，烛火照无眠。莫问谁怜尽昼夜，一路潇潇，似有间。若非烛沉玉碎，情深一片，长夜漫漫，有天新愁几段。总是良辰何时谈，情丝遇见，也已不是相见亦难。师傅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就走了。